小霞在结束与小智的旅行后，到底又经历了些什么？作为宝可梦初代动画女主的小霞，她并没有像小光那样陪着小智继续旅行，而是被迫继承家业，当上了道馆馆主。但她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续作和番外中，动画组还会时不时让小霞客串登场，交代一下她的近况。本期视频我就为只看过初代动画的朋友来讲讲小霞离队之后的故事，看看这些年她又收服了哪些宝可梦，离她水系宝可梦大师的目标还有多远。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在小智结束成都联盟的比赛后，小霞接到了姐姐们的电话，三位姐姐想让小霞回去接管华兰道馆，她们仨则准备当甩手掌柜去环球旅行。姐姐们任性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小霞也拿她们没办法，只好草草结束了小智的旅行。在返回华兰市的途中，小霞看到最近宝可梦检察官在查封一些不合格的道馆的新闻，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华兰道馆。先前华兰道馆一直由小霞的姐姐们在打理，但他们三个只顾着恋爱和表演，对道馆的事是一点都不上心。遇到前来挑战的训练家，姐姐们甚至都懒得对战，经常将徽章免费赠予对方。华兰道馆会被宝可梦检察官盯上，一点也不冤。小霞在马不停蹄赶回道馆后，发现曾经饲养在水池里的鲤鱼王已经进化成了暴鲤龙，并不受控制的到处暴动。小霞虽然很喜欢水系宝可梦，可暴鲤龙却是个例外，因为小霞小时候曾贪玩爬进过暴鲤龙口中，差点被吃掉。童年的阴影让小霞至今都非常畏惧暴鲤龙，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它相处。而此时前来考察华兰道馆的宝可梦检察官乔伊小姐就在现场，看到这撂摊子的道馆馆主、不受控制的暴鲤龙，还有这只不会游泳的可达鸭，她对华兰道馆的初印象可谓是糟糕透了。此时小霞还不知道乔伊小姐的真实身份，但为了守护华兰道馆，小霞硬着头皮去安抚暴鲤龙，可都失败了，所以只好粗暴地将暴鲤龙关进了铁笼。而这一幕正好让之前被小霞、小智打败的傻猫三兄弟瞧见，他们以此借题发挥，昭告市民小霞的德行不配当馆主，并打算接替小霞成为新的华兰道馆馆主。这小霞岂能答应？于是双方决定用对战来决定馆主人选。第一轮，小霞派出了海星星迎战快犬狼，但由于比赛在泳池里进行，快犬狼不会游泳，直接溺水了。见此，小霞立马让海星星去搭救快犬狼。可正当海星星靠近时，快犬狼一拳击中海星星要害，让海星星亮起了红灯。原来刚刚的溺水是快犬狼耍的阴招，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打赢比赛，自然无法服众。裁判乔伊小姐当即判了傻猫兄弟是败方。第二轮，小霞用太阳珊瑚对阵毒刺水母。太阳珊瑚凭借自我再生一度占据了上风，但这时傻猫兄弟却宣称他们是三位一体的，要一起参战。于是两位小弟也放出了毒刺水母，准备3打1。太阳珊瑚招架不住毒刺水母的围剿，很快就败下阵来。三兄弟接连耍赖，让裁判乔伊小姐实在忍无可忍，直接宣判了他们没有资格当道馆馆主。然而三兄弟并不打算善罢甘休，决定打倒铁笼中的暴鲤龙，来让大家认可他们的实力。于是毒刺水母用毒针开始疯狂扫射暴鲤龙，见此小霞立马跃入水中，用身体帮暴鲤龙抵挡攻击。小霞的奋不顾身打动了暴鲤龙，也得到了暴鲤龙的认可。于是暴鲤龙奋力打破牢笼，救出了小霞，并在小霞的指挥下用水炮打跑了傻猫三兄弟，守护了华兰道馆。经此一劫，小霞不仅克服了对暴鲤龙的恐惧，还和暴鲤龙结下了深厚的羁绊。而在这场骚乱中，小霞所展现出的勇气和对宝可梦的爱护，也得到了宝可梦检察官的认可，华兰道馆也因此免于被查封。小霞也名正言顺地成了华兰道馆的新一任馆主。然而馆主的生活似乎比想象中还要繁忙，小霞一边要接受训练家的道馆挑战，一边还要参与道馆的水中表演。毕竟演出是华兰道馆的特色，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爱心鱼就是小霞和她的大姐为了演出新收服的宝可梦，实在忙不过来时，姐姐们会叫他们的粉丝或者小贱去华兰道馆义务劳动。毕竟美女身边有的是舔狗可以使唤。除了操持道馆的常规事务，小霞有时候还需要应付一些追求者。虽然小霞一直被她的3个姐姐嫌弃长得丑，拉低了她们的颜值，姐姐们甚至不愿与小霞为伍，对外一直宣传的是美女3姐妹和丑小鸭。但小霞其实也不乏一些追求者，只不过他们都被小霞一一拒绝了。当被问起是否已有喜欢的人时，小霞只是羞红着脸默不作答，但是可达鸭却早已看穿一切。小智在丰原地区旅行期间，小霞因收到波克比祭典的邀请函，也来到了丰原地区，与小智再次相见。但没想到的是，这场祭典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小霞一行人被带到了一个崇尚波克比的王国，隔天这里将举办新王的继承仪式。这个王国自古就有个规定，继承者必须得拥有一只波克比。
但是作为继承者的公主却一直没有遇上波克比，没法名正言顺的继承王位。于是摄政大臣韩佐趁虚而入，准备夺取小霞的波克比自己称王。在韩佐的步步紧逼下，波克比将小霞他们带到了海市蜃楼另一端的波克比乐园。生活在这里的波克比原本是靠着和王国的人心灵接触获取能量，但因为有韩佐这种心术不正的人存在，乐园被负能量污染，变得一片狼藉。生活在这里的波克比们也受此影响，变得无精打采，没了生气。这时韩佐强制打开了波克比乐园的大门，抓走了小霞的波克比，准备发动政变谋夺王位。众人试图阻止，却因脱壳忍者神奇守护的特性陷入了苦战。千钧一发之际，一群波克比从乐园赶来，为小霞的波克比注入力量，使之进化成了波克基骨，帮大家抵挡住了脱壳忍者的攻击。这时小霞终于也展开了反击，她掏出了新搭档暴鲤龙迎战，可韩佐丝毫不慌，他自信水系的暴鲤龙也无法对脱壳忍者造成伤害。可随着小霞一声令下，暴鲤龙竟使出了喷射火焰，面对效果拔群的火系招式，脱壳忍者的神奇守护也没了效果，被瞬间烧焦。与此同时，国王也带着人马赶来，拿下了韩佐，终止了这场闹剧。事后，波克基谷为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决定留在波克比乐园守护伙伴。小霞也只好挥泪作别这位昔日的同伴。当初动画编剧会给擅长使用水系宝可梦的小霞安排一只不是水系的波克比，就是为了应付一些国家地区的审核制度。因为小霞的漏气装在一些国家的少儿动画中是不合规的，所以才让小霞一直抱着波克比进行遮挡。因此在波克比离队后，编剧又很快为小霞找到了新的遮挡物陆莉莉。这只陆莉莉是小间的玛丽露生的蛋所孵化而来，圆滚滚的身体同样很适合抱在怀里，并且直到小智时代结束，这只陆莉莉都没有进化。编剧的用意显而易见，只不过很多时候小霞会穿上打底衫，似乎并不需要用陆莉莉去刻意遮挡了呢。再来就到了宝可梦第6季动画日月篇，此时正值宝可梦20周年，小霞和小刚得以在动画中回归。这次他俩作为特别讲师，负责为小智在阿罗拉地区认识的新伙伴介绍关都地区的宝可梦，随后还以道馆训练家的身份带他们体验了一把道馆对战。此时的小霞也是关都新人训练家的噩梦，他的可达鸭不仅能够1挑2，暴鲤龙更是获得了 Mega 进化，一度让我们皮神都陷入了苦战，逼得小智不得不使用皮卡丘专属的 Z 招式，才得以战胜小霞。这下前有小刚的 Mega 大钢蛇，后有小霞的 Mega 暴鲤龙，关都地区的新人训练家或将面临地狱开局。不久后，小霞和小刚又去到阿罗拉地区旅行，和小智再度聚首，三人追忆着过往旅行时的点点滴滴，也畅想着美好的未来。又在一次次重逢后，又一次次告别。临走前，小霞送给了水莲一枚钓饵，这枚钓饵之后还帮水莲钓到过盖欧卡。再来就是小智时代的最后一段故事了。小智在获得宝可梦世界锦标赛冠军，继续新的旅行途中，与休假中的小霞再度相遇。随后两人为争夺铁臂枪下的归属权进行了1v1的对战。小霞用她在成都地区的王牌文仙蛙皇战胜了小智在丰原地区收复的龙虾小兵，成功将铁臂枪虾纳入麾下。随后两人结伴一同旅行，还在路上碰到了小刚，于是三人再次并肩而行，像刚踏上旅途时那样一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直到那个熟悉的分岔路口。至此，小霞的故事就真正告一段落了。回顾小霞这一路走过的旅途，她早已超越初代女主的标签，成为一代人心中永不褪色的热血记忆。明年是宝可梦的30周年，不知道小霞还会不会再次回归呢？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宝可梦杂谈视频，还请点个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那么下期再见，拜拜。